最近这双很红，大家都在代购。那个时候我就是一口气买了2双。买回来之后发现它不但好看，还很好穿。我想要加码1双，真的很喜欢的鞋子。这边再上几张，就是我穿搭的照片给你们看。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果然这句话讲久了就没那么尴尬了。不知不觉呢，现在已经2月了，时间真的过超快，好像才刚跨完年，结果1月就这样过完了。如果把每天事情都排完，就真的是有事在做的话，或者是如果你是1到5上班，然后每个周末都有安排事情的话，就会觉得哇，时间真的是快到杀到我一个措手不及。今天起床看，已经2月了。今天呢，好像是立春吗？还是前几天？反正今天天气就变整个哇很热。中午刚刚看26、27度，但是前几天还是14、15度，就是我睡觉还是要开暖气那种。毕竟我真的比较体虚，比较怕冷一点，我睡觉是会穿袜子，然后开暖气、盖毛毯睡觉。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想跟你们炫耀一下，看我新买的 Stranger Things 跟 Pandora 联名的戒指，很美吧？有没有看清楚？来，我拿下来给你们看，上面是写 Friends Don't Lie， 买一副它就是这样子2个，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1人戴1半，但你也可以像我比较奢侈一点，自己买自己戴。好喜欢！前几天刚说到那个代购来，我自己是蛮喜欢 Stranger Things， 就是怪奇物语。那时候刚追完大结局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哇，好舍不得这么好的剧结束。我很喜欢他们的整个剧情的铺陈，所有人小时候，然后一直到长大，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种看着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感觉。而且它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设定在1970、80年代，所以它整个美术布景，甚至到服装、道具，全部都是有一点致敬，反正就是要弄成那个年代的样子。因为我以前是跳舞的嘛，我跳的舞风是 Waking 这个舞风跳的音乐就是跳 disco 的音乐，然后就是都是那个年代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配乐，就是都是以前跳舞或者是我在接触那个年代音乐的时候会听到的，就觉得哇，非常的有感觉。就是他们不止服装，整个发型、造型细节小到连桌上那种收音机灯，或者是家里的一些造景，全部都做得超到位，所以我觉得非常喜欢这部剧。尤其是在看完这个结局之后，还有看那个 Behind the Scenes， 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幕后花絮，哇，真的觉得可以拍出来这样子规模这么大的影片，真的要花费非常多的人力、心力跟财力。我觉得我蛮推荐大家看的，但是如果你可能从第1季开始看的话，前面可能你会稍显无聊，但是我觉得你就是熬过后面，你就会觉得哇，很好看，你会一直想要追下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我觉得这次他们大结局也收尾收得很好，不会说收一个烂尾，我就没有要爆雷，但是我觉得是有满足到我这个忠实观众的一些对这部剧的期待。马上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之前拍了一部这个介绍我的 Top 5的跑鞋，得到蛮多大家的回响，我就想说，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爱买鞋的人。除了因为要跑步之外，我有蛮多双跑鞋，然后要来应对就是不同的课表啊，或者是比赛的状态。因为我自己身高比较高，所以我都习惯穿平底鞋、穿球鞋，我就觉得很喜欢，就是不同球鞋的穿搭，然后跟每一双鞋它有一些小细节或是小巧思的地方。所以今天这集呢，就是要来跟你们分享我的2025年的休闲鞋 Top 5。先来介绍第1双，就是我穿比较久的Onitsuka Tiger 龟中虎的这双。之前这双超级红，我买它的时候呢，是在2年前我去泰国 Gummy Run 的时候，在泰国的忘记哪一个百货看到。其实我完全本来没有要买，但那个时候刚好有在 Threads 上面刷到说哇，最近这双很红，大家都在代购，好像现场还有其他颜色，就是有浅棕色、深棕色跟这个灰色。那我最后选灰色呢，是我觉得灰色它的颜色，我觉得对我现在衣柜的衣服来说比较好搭。它是这种浅浅的灰色，前面是这种麂皮的，你们看到已经整个小小起毛球，代表我真的超想穿它。而且我之前不是去练热舞社的惩罚嘛，我也是穿这双在练舞，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穿。然后因为它是薄底鞋的关系，整个鞋底是这样子非常平面，就是我穿过一些薄底鞋，它的底没有这么平，它可能会是比较贴合、比较包你的脚型的。等一下就会讲到那双。然后我觉得那双呢，就是如果要跳舞，就是你可能有时候需要转圈，然后站很稳的时候，那双就比较不适合穿。但是我穿这双练舞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如果论说要走路逛街嘛，毕竟它是薄底鞋，所以我觉得走久了可能脚还是会酸。但是我很喜欢的是，你看它这边虽然整个鞋面已经被我穿得有点脏，它这边是麂皮的，然后这个亚瑟士的 logo 这边它是皮革的，看得到吗？这样应该有吗？
我发现前几支影片有些都是没对焦到，我真的是很失败，要再多练练。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是，它的鞋底这边是有一点这种半透明的胶，它不是那种很实心、很实的颜色，就会让你的鞋子我觉得看起来更有设计感一点，算是比较简单入门的穿搭鞋。不管穿直筒的牛仔裤，或者是比较长的落地裤，或者是短裤、短裙，像我带去菲律宾也是穿这双，我觉得都很适合。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我穿有点旧，但是我很想好好的把它保存起来。说到这个Onitsuka Tiger， 之前网上很红，不是有一双黄色黑色配的嘛？就是底是黄色 ，logo 这边是黑色。其实我原本也很想要买那双，因为我觉得哇，就是搭一个鞋子做一个跳色，我觉得搭起来会蛮好看的，而且刚好也很适合秋冬的配色，黄色也很适合配咖啡色。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打到，看到这双突然就买它了。然后又不小心被店员洗到一句话，就是这个尺寸这是我们店里的最后一双喽。我听到这个就受不了，直接好买我买，这就是这双的故事由来。再来第二双 Puma 的 Speed Cat， 这双我记得我在前几个月的爱用品我有推荐过，那个时候我就是一口气买了2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一次我的那支爱用品。反正呢，那时候大家知道去年 Speed Cat 这双鞋型很红嘛，我记得我也有讲过说，我觉得它这双鞋子特别好穿，是它的这个脚后跟这里非常的软，推荐你们可以去试穿。就是我觉得它很软，所以你在走路或者是穿上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你的脚后跟有被温柔的包覆住的感觉。但是呢，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双，就是它的鞋底是这样子，比较感觉是更包脚一点。你们看跟刚刚这双比起来，怎么看起来好像差不多？没有，这双还是看起来鞋底的面积比较少，所以它在踩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有点像是这双鞋已经跟你人鞋为一的感觉，所以你踩下去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接近真的脚踩在地上的那个感觉。我自己有拿它去跳舞，我会觉得我会比较难站稳，但可能是我自己小脑不太发达的原因。反正我就是觉得这双鞋就是走路 OK， 但是如果要跳舞或者是做一些的时候，它就是比较难站稳一点。然后你们看到它这边足弓也削的比较进来，能看得出来吧？但是我觉得它在鞋子内部这里穿起来真的是很舒服，比较不会有那种新鞋磨脚后跟的问题。它就是这种波地鞋，然后就是整双都是麂皮的。你看这个是也是被我穿了好几次，有点小脏。然后这双蓝色也是，我就是觉得这个蓝色也是好漂亮，刚好跟我今天穿这样子，再配个牛仔裤，好像也蛮好看的。欣赏一下美鞋。这就是我的25年常穿的鞋款之一。那时候我本来差点要再冲动再买了红色，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一开始最红的就是红色嘛，红色跟黑色。但我觉得黑色太普通了，所以我想说想要买红色，因为看大家穿搭穿红色好像也看起来非常的时髦嘛，就是你身上一点点红色单品点缀，再搭配红鞋就非常好看。但是我就觉得哇，我已经买2双这个鞋款，我还要那么疯买第3双嘛，所以我稍微冷静了一下，就没有买红色的。然后我穿这双的穿搭照就上在这里给你们看。第3双呢，就是我去韩国购物开箱到这双 New Balance 的，应该是740，因为我把鞋盒丢在韩国。这双是我去韩国的正水洞那边的母星撒买到的。那时候我原本还想要买一款 New Balance 有做的很像玛丽珍鞋芭蕾舞鞋的鞋款，但是完全没有我的尺寸，然后我就买了这双。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好像还没有一双这种老爹鞋，可以很适合很百搭，然后又是全黑的鞋。那时候就是很流行这种银色的元素嘛，亚瑟士也很多这种银色线条元素的鞋子。买回来之后发现它不但好看，还很好穿。我觉得它穿上去脚感很舒服，而且以这种鞋款来说，算是蛮轻的。我觉得很适合拿去走路逛街，这已经被我走得好脏了，或是拿来穿搭跳舞，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给你们近看一些细节，它就是主要鞋子是这种网布的设计，上面有一些银色的材质，这样子混搭。可能也是因为它这种网布的设计，所以有时候我之前下雨天穿，不小心被弄湿的时候，其实它蛮快就干了，我就非常的常穿它，也买的非常的值得。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韩国买，好像买2000多块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双好看百搭的黑色鞋。赞。第4双 Norda 的001，这双呢，就是我在一开始拿到它的时候，其实对它很还好，但后来实际穿它之后，有实际去走一些山径啊，然后跑越野跑，我就觉得有点越来越喜欢它。然后 Norda 这个品牌呢，它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越野跑鞋的品牌，创办人呢他自己也是越野跑者，他就是想要做一双比较独一无二的越野跑鞋。它整双鞋就是用这种防弹的纤维布料 Dyneema 去制作，所以它的韧性
性非常的强，比较不容易在越野跑的时候会可能被树枝勾到、刮破，或者是你长期穿下来，其实鞋子都还是会非常的完整。再加上它也是有防泼水的功能，鞋底呢也是用 Vibram 的黄金大底。实际去跑了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在止滑的部分非常的有用。毕竟越野跑真的是需要一双止滑性很高的鞋子来确保你跑步时候的安全。它的设计呢非常的简约，不知道的人会不知道它是越野跑鞋，看起来蛮文青感的。我自己是觉得看久了，好像蛮中我意，而且我觉得我选的这个颜色比较有点灰，然后带有一点绿调的颜色。它这个脚跟后侧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 logo， 鞋舌这边也是做会反光的材质，然后脚后跟这边也是会反光的材质。在越野跑的时候看起来会更简约时髦，因为我之前有几双越野跑鞋，就是会有点像比较以前的那种登山鞋，颜色可能会比较大胆一点，但是这个感觉是现在很年轻人会喜欢的造型跟样子，再加上它的功能其实非常的厉害，它用的布料材质也都是非常顶规的，所以这一双其实不太便宜，但是我觉得是一双可以穿很久的鞋，而且它除了在越野跑穿的时候，我之前在参加活动或者是平常做一些穿搭的时候，我觉得它也非常的好搭。我自己觉得它是也可以搭有一点点稍微正式感，可能你搭一个比较宽的西装裤，或者是短裤配长袜，上半身再穿西装外套。我很喜欢这种运动风搭配比较正式的服装的感觉，我觉得这双就非常适合。如果是那种比较需要 smart casual 的场合的话，这双就非常的适合，推荐给你们。再来脱稿演出，我想要加码一双，就是这双虽然不是2025我拥有的鞋，但是我在1月份的时候买到一双真的很喜欢的鞋子，然后我也超常穿它出门，就是这双，又是 New Balance 的，这双是1906R。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就是被它的颜色吸引，但是它同时在陈列的柜子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可能整双是淡蓝色，整双是沙色，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你有没有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这个颜色它有一点那种说不出的质感的感觉，它是有一点那种要黄不黄，要绿不绿，但是又不是调的很难看的颜色。再加上我觉得这双鞋它有很多细节，首先第一个它鞋头这边有一个 N， 有没有看到？中间这边也有一个 N 的 logo。这双鞋它鞋面就是有一点防泼水的材质，再搭配它侧面的 N 的 logo， 它是做有点这种反光材质，它的这边的线条也是做塑胶亚克力材质吗？反正它就是侧边的这个两个不同材质的混搭，我觉得这个细节太好看了吧！那个时候我就是整个拿起来看，整个停不下来，觉得这双鞋好美哦。它连鞋底这边都是，这边有一条混搭材质的部分，非常的漂亮。然后鞋底呢也是这样，就它是一双正常的，我觉得是穿搭鞋、走路鞋，我不会拿它来跑步。虽然它长得非常的 sporty， 不过它就是我觉得它是一双细节满满的鞋。看它侧边这个异材质的搭配，在这个灯光下。多漂亮呀！然后我这双鞋呢，就是除了好穿好走之外呢，它也非常好搭。我这边可以再上几张我穿搭的照片给大家看。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啊，这个颜色好像会很难搭，但是其实穿上去之后搭很多像是大地色或者是橘色、红色的，我觉得都会蛮搭的。然后刚好我秋冬比较多一些大地色、咖啡色，搭配它就非常的赞，有型。本来这双是可能要放在下一次的爱用品里面，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太漂亮了，我一起来想跟大家分享。这双是我在 Outlet 买到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我有印象它就是有很多款的颜色。它鞋型也是这种比较偏有点子弹的鞋头，不是那种宽楦的鞋头，所以我觉得穿起来脚会看起来比较修长一点。最后一双就是我25年秋冬最常穿的一双靴子，有没有人已经猜到了？给你暂停3秒钟，就是这双茉莉跟 Studio Do 联名的这双麂皮的靴子，你们看是不是很美？完全说不出话，因为它就是设计这种有点斜切上去，然后你正面看呢，它就是会有这个形状，所以你的脚会看起来更直更细，再加上它是比较宽的这种靴子，所以如果你穿长裤呢，也是可以把它塞进去，整个就会非常时髦好看。然后它是把跟藏在里面的这种，所以穿起来还是不会看到有跟的那种造型。然后鞋头也是这种尖头的，我觉得各种造型其实都可以搭。因为我自己有一双就是黑色的靴子了，然后所以我这双就挑麂皮色的。一开始还会怕有点难搭，但其实不会，而且它脚中间这边蛮包覆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这种有跟的靴子来说还算是好走的。但是当然像我就是一整天在韩国逛街，脚还是会痛。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造型呢设计的非常的到位，穿起来非常的有气势。穿这双走在韩国
裸露上都一直被看，还会有人问说这双鞋是哪里买的这样子，非常喜欢这双。这边再上几张就是我穿搭照给你们看。同款的这双呢，他们也有出黑色的，但黑色的是亮皮的，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搭。毕竟它这种宽口的，如果真的怕穿靴子可能会让腿视觉看起来变粗的，我建议你们就是选这种宽口的靴子，整个造型呢搭起来比例就会非常的好。好的，那今天呢也介绍了2025你爱用的休闲鞋款们，有没有哪一双是你觉得看了非常有兴趣，或者是你也有的鞋，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下礼拜就要过年了，刚好有一个道具，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马上有钱，龙马鹤，马上成功，马力全开。好了，那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好像才刚跨完年，结果1月就这样过完了。然后，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时间过超快？就是觉得我今天怎么一直卡词啊？Meet me out on the coast, get you out of the